为什么有些人打电话的时候明明看不到彼此，还是会比手画脚？为什么一些人紧张的时候身体会不由自主的流汗，甚至脸色苍白？我们常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说谎，要看他的面部表情，但因为脸是最容易被注意到的地方，所以也是人们重点伪装的对象。与其盯着一个人的眼睛猜测他有没有说谎，还不如看看他的脚，因为脚才是身体最诚实的部位。今天咱们聊聊如何用肢体语言看穿一个人。这个方法来自于身体语言大师乔纳瓦罗，一位有着30年资历的前 FBI 反间谍情报小组专家，多次通过身体语言侦破大案要案，是个名副其实的侦探大师。本期视频的案例和分析也是来自于他的著作《FBI 教你读心术》。肢体语言又叫做非语言行为，跟口头语言一样，在沟通中传递信息。不同的是，它是通过面部表情、四肢动作、身体移动，甚至穿着装饰来表达的，在人际交流中占到60%到65%的比重。而且有一种场合两个人的沟通几乎全部是非语言行为。咱们留个悬念，知道的小伙伴可以打在弹幕上。你可能会觉得不说话沟通得多费劲啊，其实并不难。想想看，你向别人索要东西的时候，手也会不由自主地伸出去，这个不是故意的，而是一种条件反射。又或者你听一个讨厌的人讲话，身体是不是下意识地向后倾，还伴随着不屑的表情？这些无意识的动作反映了内心的真实想法，是由大脑里一套诚实的模块边缘系统决定的，主要包括海马体和杏仁核。边缘系统是唯一一个负责我们生存的大脑部位，一直干活，从来不休息。当它受到刺激的时候，就会第一时间做出相应的反射动作，所以能反映出最真实的心理活动。大脑中还有另外一套模块，新皮质，负责高级认知和记忆，也就是思考大脑。正是新皮质让人们跟其他哺乳动物区分开来，当然它也是最不诚实的部分，人们嘴里说出来的谎话都是从这儿来的。跟身体其他部位比起来，脚是最容易露出破绽的地方，因为边缘系统可以追溯到原始时期，它反映了人类的原始求生机制。比如一个原始人看到一只猛兽，脚会第一时间做出僵住不动、逃跑或者战斗的反应。所以咱们从脚开始。第一，脚的朝向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会将身体转向我们喜欢的人或物，这可以判断别人对你的态度是接受还是拒绝。比如前面有2个你认识的人正在聊天，你上前打招呼，张三看到你立刻转过身来，而李四只是回头说了句你好。显然张三欢迎你的加入，但李四并不希望你打扰他们聊天。书中还提到一个例子，有一次作者跟一个客户聊了几个小时，他突然看到客户的脚一前一后，身体前倾，好像要站起来，他就问客户是否要离开。果然客户说自己有个紧急的电话要打。虽然客户没有表示出不耐烦，但身体语言已经给作者传递了信号。所以下次如果你不想跟一个人聊天，就用手按着膝盖，脚一前一后，用身体告诉对方不要再啰嗦了。第二，脚的摆动。咱们可以想一下，小孩子高兴的时候是不是蹦蹦跳跳的？成年人也是一样，虽然往往不会那么直接，但高兴和放松的时候，身体也会变得轻盈起来，脚会下意识的上下摆动，就像在听歌打节拍。当然了，我们没法趴桌子底下去看人家的脚，那样太奇怪了，对吧？我们可以注意他们的肩膀，脚在摆动的时候，肩膀也在动。不过也有例外情况，就是有些人紧张的时候爱抖腿，还有人本身就有抖腿的习惯，这个时候可能还真得偷偷看一下对方的脚。抖腿的话，一般是前脚掌着地，脚后跟摆动，而高兴的时候是脚后跟着地，脚前掌摆动，刚好相反。所以还得考虑环境和个人因素，再结合面部表情等综合判断。第三，脚的间距。双腿张开站立是一种捍卫领地的行为，就是当人们感到威胁的时候，宣示自己地位的信号。这在一些领导、老板当中特别常见，因为他们习惯了占据统治地位。而且有一个滑稽的现象，当他们想要在气场上压倒别人的时候，他们会下意识的尽量将腿叉得更宽一些。所以当你跟别人对话，发现他原本并在一起的脚分开了，就要注意是不是有些内容冒犯到对方了。反过来，如果你跟一个人聊天不愉快，可以稍微合并双脚来缓和一下气氛，让对方觉得你的攻击性没有那么强。第四，交叉的脚。双脚交叉是最不平衡的姿势，遇到危险想逃跑也是最困难的，对吧？所以它反映的是一种社交舒适的状态。比如你一个人在电梯里，双脚交叉着站立，因为这样最放松。但进来一个陌生人，你可能就恢复双脚站稳的姿势了。这是边缘系统的反射动作，告诉你有未知情况了，要保持警惕。下面咱们看看容易忽视的躯干姿势。和腿脚的动作一样，人体躯干的很多行为也能反映出内心所想。躯干是众多器官的载体，包括心脏、肺、消化系统等等。如果没有保护是非常脆弱的，所以一旦边缘系统感觉到危险，就会做出一些动作来自我保护。这些下意识的保护动作可以分成3类。第一个办法，背对，这是最直接的方式。如果你有惹女朋友生气的经历，就能发现你跟她说话，她都是背对着你的。当然了，总是背对着人好像不太礼貌，所以一些情况下人们会采用第2个办法，拉开距离，来传递不喜欢或者感到威胁的信号。就像大学那会儿，每次上课找座位都是关系好的坐一块，不喜欢和不熟悉的就离远点。如果一个场合让你感到不舒服，身体一直往后靠好像也不太合适，这就用到第3个办法，遮挡。
可以用一些随手的东西，也可以单纯用手臂来遮挡。比如有些女生刚开学的时候，由于陌生的环境，她们会双手抱着书挡在胸前，一段时间后换成一只手拿书，这表示她们对环境和同学熟悉了，没有开学时陌生的感觉了。男生的动作相对细微一些，比如整理衣袖、摸手表之类的。反过来，如果喜欢一个人，就会做出跟上面3个完全相反的动作。比如聊得很开心的一对情侣，他们的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靠向对方。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些遮挡物，像是水杯、花瓶之类的，他们也会下意识地挪开，以便把身体毫无顾虑地弹到给对方。另外，舒展身体也是一种放松的表现，就像葛优躺一样，很舒服，对吧？但是在一些正式场合，几乎没有人敢四肢伸展地瘫在椅子上，除非他想表达我不喜欢这儿，你能把我怎样的霸道态度。除了躯干姿势，穿着也能反映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想法。人们心情好的时候，就会更注重穿着和打扮。一些女生还会穿颜色艳丽的衣服，反过来心情不好就会穿得相对简单朴素一些。在一些场合，穿着也能看出一个人的重视程度，比如约会、面试之类的。当然，这也要根据对方的习惯来综合判断。对于一向穿着简单的人，这个方法就不适用了。最后，咱们再来看看手臂传递的信息。第一，手臂的姿势，手臂抬高向上伸，就像是摆脱了地心引力，这是积极高兴的信号。比如你看一场球赛，赢的时候你会振臂高呼。反过来，如果双臂下垂并且贴紧身体，这是没有安全感、心情不好的信号。如果在小孩子身上出现这种情况，很可能是受欺负或者挨打了，因为这是保护自己的动作。这2种手臂的姿势给人的印象也是完全相反的。作者做了一个实验，让学生互相访谈，一半学生手放在桌子下面，另外一半手伸出来放在显眼的位置。结束后，手放在桌子下的学生给对方留下的印象都不太好，而另外一组留下的印象则是大方友善。第二，手的动作，如果一个人用手摸了摸鼻子、脸颊、脖子或者下巴，并不能代表他在说谎，这些举动都是自我安抚的行为，经常出现在人们紧张不安的时候。安抚动作会使大脑释放出内啡肽，它可以帮助人们缓解紧张的情绪，所以有这些行为只能说明他们紧张，推断不出是否说谎，是一种必要不充分条件。意思是紧张的人不一定说谎，但说谎的人一定紧张。另外还有一些动作，比如一个人用手指着你，这个人一定很讨厌，因为这是一种带有恶意的手势。比如你在讲话的时候，对方在打理自己的衣服，这代表他对你的话不屑一顾。再比如一个人总是有意无意的触碰你，十有八九是对你有好感，因为谁也不愿意去触碰自己讨厌的人和物。反过来，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友好，当然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，一些人可能不喜欢别人碰自己，这个时候还可以用露出双手的方式。可以想一下，你跟别人聊天，对方一直双手插兜，你肯定很不爽，对吧？露出双手传递着我对你没有任何隐藏的信息，更容易产生好感。第三，手的生理反应，如果说上面这些动作还能掩饰一下，那手部的生理反应是绝对不会撒谎的。手心出汗一般代表这个人紧张，冬天也不例外，根本控制不住，当然天生爱出汗的小伙伴除外。手抖同样代表着压力大、害怕、紧张。作者就根据这个方法揪出了一个罪犯。当作者审讯他并提到科纳德这个人名的时候，发现他手中的烟抖了一下。后来经过调查，这个罪犯果然跟科纳德有接触。另外，手凉、脸色发白也是紧张不安的表现，因为血液更多的流到脚部来增加腿部肌肉的运动力量，以便随时战斗和逃跑。好了，上面就是部分肢体语言传递的信息。有一点需要注意，我们做判断要结合对象的基准行为，哪些是习惯动作，哪些是特殊动作，还要根据环境因素综合考虑，最好是多观察几个信号来提高准确度。另外，学会了这些方法也不是为了拆穿谎言，而是让我们更好地接受对方传递的信息，更好地了解和关心身边的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